作为春节最经典的年宵花之一，仙客来以其丰富的花色以及优雅的株形非常受人们的欢迎。节前买盆仙客来放在家里，不但可以增添春节的热闹气氛，也表达了主人对亲朋好友的热情欢迎。不过仙客来可是非常典型的一次性花，随着节后花朵的逐渐枯萎，它原来优雅的叶片也会一起枯萎掉，最终只剩下光秃秃的花盆，然后被人们丢弃。到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在花前重新买，这对于我们这些爱花草的花友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。那么能不能让仙客来一直活下去，每年都开花，不用再年年买年年丢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让仙客来每年都能活下去的方法。一次性花仙客来。首先咱们来看看仙客来为什么是一次性花。这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的习性是喜凉怕热，而春节过后的气温则是很明显的越来越高，本来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，仙客来是应该休眠的。但是现在人工培育的园艺种，休眠能力已经大大被弱化，以至于迟迟无法如期休眠。而到了临近夏天的时候，如果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，仙客来还是没有休眠，则最终种球会烂掉，我们只能将之丢弃了。而如果到了夏季，仙客来能够如期休眠，安全度过夏天，那么到了凉爽的秋天，它会重新发芽，继而孕蕾开花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想仙客来成为一次性花，那就需要想办法让它在花期之后强制休眠。强制休眠的方法，具体的做法就是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来分成不同的养护阶段，期间进行恰当的操作，从而让其安全度过休眠期，并于秋天醒来。具体的阶段如下：一、当环境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，是仙客来的正常生长期。我们只需进行正常的养护即可，放在通风散光的地方，每次等到盆土表面干燥之后，过个2至3天再浇透水，每隔15天左右用1:100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灌根，及时修剪残花残梗，这样可以延长仙客来的花期，使其花开不断。注意浇水施肥的时候，千万别让水或肥料沾到仙客来的叶片或花朵上面，以便导致烂叶烂花。二、当环境温度稳定到20摄氏度以上之后，我们就需要稍稍处理了。首先把仙客来最外围约1/3左右的叶片从底部剪掉，然后把中心的花梗用麻绳粗略捆扎，以避免倒伏，及时修剪枯萎的残花，继续在通风散光的地方。同样是等到盆土表面干燥后，再等2至3天浇水，施肥则可拉长到20天左右一次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叶片对养分的消耗，让养分能储存到种球中，留下的叶片则是能保证其可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。三、当环境温度稳定超过25摄氏度之后，我们要再进一步剪掉叶片，一些即将枯萎的花朵也要连同花梗剪掉，花叶都是剪一半留一半即可，以便进一步减少种球的营养消耗。之后仍旧是通风散光处养护，减少浇水，停止施肥，保持盆土微微湿润即可。四、当环境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之后，此时大部分的仙客来早就没有花朵了，我们只需要剪掉外围大部分的叶片，如果还有花的话，则全部剪掉，最终只留下最中心的3片最新的小嫩叶即可。然后放到通风、有微微散射光且尽量凉爽的地方养护，严格控水，保证盆土微微发潮即可，来强制仙客来的种球休眠。注意在这段休眠期，如果这3片嫩叶能一直保留是最好的，而如果有发黄的迹象，则根据情况进一步剪掉1片，但是最终最好要保留至少1片。还要注意休眠期间绝对不能淋雨，以免烂球。五、如果整个夏天仙客来能一直保留有1至3片叶子而没有枯萎，那么就表示它安全地度过夏天了。到了秋天，气温会逐渐降低，当环境温度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下后，种球会逐渐从休眠中醒过来，这时候可以给它浸1次盆，让其更快苏醒。之后逐渐增加浇水量，等到种球有新叶长出之后，表示种球已经完全苏醒，重新进入生长期，如果需要翻盆的话，也可以趁此时机翻盆。六、当仙客来重新进入生长期之后，我们则要恢复正常的养护了。
首先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充足的散射光，浇水则恢复到之前的，盆土表面干燥后，过2至3天再浇。当环境温度低于20摄氏度之后，恢复1:1000的磷酸二氢钾，15天左右灌根来给种球补充营养，好促进花芽的分化。这样到了来年春节期间，仙客来就又可以照常开花了。以上是春节过后仙客来6个阶段的养护方法，做好了，仙客来就不再是一次性花，年年买年年扔，而是明年还能照常开了。目前大部分的仙客来还都处于第1或者第2阶段，大家可以行动起来了。你的家里除了仙客来还养了哪些花卉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